魂的声音淡淡传出，只是那声音中带着无尽的阴寒。与本地争夺绝世神器，就该死了。说完，魂的身影便是化为黑雾，钻进了两位宗主的肩膀伤口中。随着黑雾的进入后，两大宗主的身躯一颤，体内仿佛被什么东西开始疯狂的攻击。他们的五脏六腑就在这么一瞬间皆是破碎，他们连痛苦的呻吟都叫不出来。只是在那么一瞬间，他们到的最后竟还是栽在对方的手里，很是不甘心。绝世神器连碰都没有碰到，便是全军覆灭。不过他们的覆灭也是给通天宗和天罡宗两大神势力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了两大四重天卫神的镇守，那么他们的神势力也将会被其他神势力给占领、残杀、吞并。这是一直不变的规则，弱肉强食，强者为尊。呵呵，你们两位宗主千不该万不该不要把主意搭在我身上，不然也不会落到如此惨状。好好的宗主不做，硬要来无量深渊中争夺绝世神器，真是该死。噬魂宗宗主看着不远处已经被魂吞噬的差不多的两大宗主，嘴中喃喃出声。唐青青和玉冰燕等二女也是察觉到了这边的动静，立马转头看向此处。结果这一看之下，她们二女的心中也是涌上了一丝不安。而且从开始到现在，她们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为什么神指联盟的人不与噬魂宗对抗？要知道，他们也是争夺绝世神器的神势力。可是从这一系列的表现中分析出，神指联盟与噬魂宗好像是同一战队的一般。这一刻，他们才知道，不只是他们联手对付自己强大的敌人，而对方也早已经联手噬魂宗，开始打击各大神势力以及超神势力，使得最后也只有他们成为胜利者。那么绝世神器自然会落入他们的手中。如果刚开始他们对噬魂宗出手，那么也不会是现在的局面了。毕竟噬魂宗宗主的实力也是五重天卫神，而五重天卫神对付四重天卫神的强者简直就是轻松拿捏。况且身边那么一位诡异身法的魂，使得噬魂宗如今已经差不多的将各大神势力和超神势力全部收割干净，只留下他们这些最强五大超神势力的部分强者。这样一来，待会他们彻底的联手对付他们，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了。现在的他们也是彻彻底底的明白了，神之联盟与噬魂宗本就是同一战队，而他们现在知道也已经太晚了。看到藏青青和玉冰叶二女脸上那震惊不已的表情，四御天神君的眼神也是如同看小丑一般的盯着他们看，脸上微笑道：亏你们还是最强五大超神势力的第一天骄，竟然连这小事都看不清，你们还真是够蠢的。你……玉冰叶有些愤怒无比的生气道：他们一开始就中了神指联盟和噬魂宗的圈套了。你什么？难道你们还不知道你们已经无路可退了吗？噬魂宗的那位魂好像对你们这些五重天卫神的神魂非常感兴趣，待会你们也逃脱不了神魂被吞噬的命运。四御天神君笑眯眯地说道：对于这些所谓的第一天骄，他根本也不看在眼里。六重天卫神的势力可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就能够被几名五重天卫神联手就可以击败的。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世界早就乱套了。你们就算杀了我们，我想最后的绝世神器也不会落入你们的手中。这时藏青青的声音传出，只不过他现在没有和玉冰燕一样的愤怒，而是处于异常冷静的状态。还在拖延时间吗？四御天神君以为是藏青青等人在拖延时间，才这般说话。你以为我是在拖延时间吗？你没有发现自打进入无量神渊后，灵神阁从未出现吗？藏青青冷静的道：一个灵神阁而已，虽然他们的底蕴和势力相对于你们而言要强上一丝，可是在本神君的面前还是一样。一道不屑的声音从四御天神君嘴中传荡出来。对于灵神阁他也是非常的了解，如果说在这五大神阁中挑选出最强的超神势力，莫属灵神阁了。可就算是灵神阁之人出现，也无法将此局面逆转。灵神阁的确不能逆转现在的局面，难道你就没有发现，除了灵神阁，还有一道势力没有出现过吗？此话一出，原本还在愤怒中的玉冰燕也是恢复了情绪。刚刚藏青青所说的还没出现那一道势力，难道说的是四御天神君此刻也没有了之前那从容的神情？因为藏青青所说的那一道势力，应该就是在进入无量神渊前，那一艘超级方舟上只有站立着四道身影的神秘势力了。想到这里，四御天神君的面色也是微微凝重起来。说起来，当时在那四道身影中，其中那位倾国倾城的女子的确给他有一种危险之感，而且对方把自己的气息隐藏极深，根本感觉不出对方的实力达到何等的层次。既然让四御天神君都无法感知实力的强者，想必其实力早已经超越六重天卫神之上。你想说什么？他想说的是，我们这般闹出如此大的动静来，争夺绝世神器，对方肯定不会不知道。或许他们正躲在某处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你觉得最后的绝世神器获得者将会是谁？雷厉风捂住伤口附和道。不过雷厉风所说的也是事实。在四御天神君听了他们的话之后，立马将神魂力量释放而开，将这方圆万里开外的区域都尽收眼底。但是在他探测了一遍又一遍后，确定周围没有任何势力的人之后，才恢复了平静。待得他睁眼的那一刻，他准备要亲手斩杀这三位第一天骄。不管对方如何强大，
可是你们必须死，因为你们已经惹怒到了本神君，而且这里的绝世神器也不是属于你们。还有我的目的不是绝世神器，而是这里的神火。至于绝世神器，就让给噬魂宗宗主吧。说着，四御天神君便是浮现出一道诡异的笑容。然而，噬魂宗宗主的眼神此时也朝着四御天神君看来，对其拱手示意了一下，道：“那就多谢四御天神君的馈赠了。魂，我们去拿绝世神器吧。”闻言，一道黑雾便是从已经失去了生机的两大宗主体内涌出，最后化为一道黑袍身影，跟在了噬魂宗宗主身后。他们的目光朝着湖底的方向望去，底部也是传来极其可怕的雷电之威。刚刚他们的战斗已经将这里的湖泊搅得天翻地覆，使得水都减少了一半。激烈的战斗也让他们彼此从湖底达到了上方。魂，这一次我们务必完成上面那位大人的任务，我们才有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噬魂宗宗主再一次的嘱咐道。看来所谓的那位大人必定是非常恐怖的存在。是，魂的声音很果决坚毅。对于上面那位大人，他的傲气再高也得臣服下来，毕竟那位大人乃是他根本惹不起的存在。在他们的交谈间，噬魂宗宗主和魂的两道身影便是朝着湖泊的下方掠去，最后冲进了湖水之中，水花四溅开去。看着他们进入湖泊深处，藏青青、玉冰燕、雷厉风等第一天骄也是眼睁睁地望着噬魂宗宗主和魂进入湖底夺取绝世神器，因为他们都知道，只要他们一有动作，四御天神君就会阻拦他们。而且现在他们从四大天骄联手对敌，变成了三大天骄。那位杀神阁的第一天骄如今已经重伤，根本无法再次战斗，如今也只剩下一口气。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后果也会非常的严重，也有可能对于日后的修炼提升受到一丝影响。你们三位现在怎么说？准备与本神君战一队，还是为敌？望着只剩下三位第一天骄的身躯上，四御天神君的语气无比的平淡。如果他们选择交战，那么等待他们的也和炎日下场一样。听到对方如此发话，他们三人也是相互对视了一眼。片刻后，雷厉风沉声道：“与你战队，我们有什么好处？”此话一出，也是直接让的四御天神君有些一愣。原本还以为他们会拒绝，结果却是这样，直接把他给整得不会了。稍微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后，淡淡道：“如果你们愿意和本神君战队，我就将这里的神秘宝物让给你们。当然，除了绝世神器之外，毕竟绝世神器目前已经是噬魂宗的了。至于神火嘛，我们就各凭本事。”四御天神君，我们现在连神火的信息都没找到，如何去找神火？玉冰燕那双美眸微微一动，沉声道。而四御天神君听后，则是微微一笑：“这个你们不用担心。传闻你们手中有神火的残图是吧？”我们手中的确有神火残图，可是我仅仅是2份，没有完整的神火地图，肯定是无法找到这里的那一道神秘神火。雷厉风和玉冰燕也不打算隐瞒对方，而且他们拥有神火残图的消息是众所周知。我手里可没有神火残图。藏青青摊了摊手，表示自己并没有寻到神火残图。不过从信息了解过来，藏青青的身上的确没有神火残图，只有雷神阁、玉神阁、灵神阁3大神阁才拥有神火残图。如今雷神阁和玉神阁已经愿意和自己站一队，那么他们手中的神火残图便是可以拿出来合作。至于灵神阁的那一份神火残图，等到时再找到他们商量能否加入同一战队。如果不愿意，只能给他们一点颜色瞧一瞧了。你们这里已经有2份神火残图，那么我这里也有1份。说话间，四御天神君就拿出一道残破的地图来。看到四御天神君手里的那一份熟悉残图，他们的表情都是有着一丝变化。这是神火残图，没想到另一份在你的手里，我们竟然都不知道。雷厉风、藏青青、玉冰燕等3位第一天骄惊呼道：“神指联盟的资源众所周知，远超你们的最强5大超神势力。你们既然都有神火残图，我们神指联盟自然也有能力找到1份神火残图。”四御天神君自信满满的出声道：“如今这里已经有3份神火残图，灵神阁那里有1份，已经有着4份。可是这神火残图却是有着5份，只有集齐5份神火残图，才有机会知道神火的所在地。现在他们全部加起来也就4份而已。那么最后1份的神火残图究竟是哪里？”而就当他们以为还是没法凑齐神火残图时，不远处有着数几10道身影以极快的速度朝着他们这边掠来。在看清楚对方的面容后，唐青青的脸上顿时有些惊讶，因为他看到这几10道身影竟是之前与自己分开由方太所带领的第2队伍。随后对着他们摇摆着手臂。从远到近，吴雪看到那青青姐的身影，顿时开心的激动，跑过去抱着藏青青。他们为了寻找藏青青，他们已经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如今终于是见到了几个月时间没见着的青青姐，吴雪自然是像个妹妹一样的黏过去。青青姐，我们可算找着你们了，真是累死我们了。吴雪一脸抱怨的说道。不过藏青青的脸上依旧带着笑容，道：“你们没事就好。现在基本上诸多的神势力和超神势力已经出局，剩余超神势力也不多了。
或许是太过激动，吴雪竟是没有注意到藏青青身上的伤势，并且衣服上还有血迹浮现，而藏青青也是强忍着身上的伤势，直至无法再忍受的时候，藏青青才发出轻微的痛苦声，这才让吴雪注意到了异样。青青姐，怎么了？吴雪见到藏青青那苍白的脸色，有些担心地问道。还没等对方回应，吴雪显示看到藏青青的衣衫已经被血液侵蚀。青青姐，你受伤了，究竟是谁伤的你？吴雪的目光当即扫视着四周，在她的目光扫荡开来后，玉冰燕和雷厉风的身上同样有着伤势血迹，除了不远处那道挺胸笔直的倩影身上没有任何的血迹伤势外，就知道他们身上的伤势肯定是四御天神君干的。是他吗？吴雪在武神阁关系最好的就是藏青青，现在看到他受伤的样子，心中也是非常的愤怒。怎么，你一个3重天位神实力也想与本神君抗衡？真是找死！四御天神君也丝毫不给吴雪什么好脸色，直接一挥手，一股磅礴的神力化为一道劲风，对着吴雪的方向急速而来。可以清晰地听到空间中有着被撕裂的声音，下一刻就出现在了吴雪的跟前。以吴雪的实力，怎么可能是其对手？刚欲准备正面对抗时，身后的一道炫白色之火席卷而来，直接将吴雪的身躯包裹而下。那道神力劲风也是轰击在了那炫白色的火焰上，双股力量的对碰下，那里的空间也是发出一阵巨响，轰隆一声，直接将那炫白色的火焰都给震散了开去。萧炎的目光一凝，他的瞳孔中出现了一道混色的火芒，涟漪般的传荡而开。下一刻，吴雪的身躯直接被一道混色火焰再次包裹起来。随着这一道混色火焰的出现，整个天地的温度也是急速飙升，使得空间都是虚幻扭曲，比起刚刚那炫白色的火焰更加的恐怖可怕。这一次，那一道神力劲风也一样轰击在了这道混色火焰上。然而第二次的撞击并没有像刚刚那般轰炸声响起，唯有那火焰焚烧的嗤嗤声。混色火焰爆发出毁灭的力量，不断的吞噬那神力劲风。在双方坚持了片刻之后，混色神火仿佛暴怒了一般，化为滚滚火海，尽数的将那神力劲风吞噬殆尽。最后，混色火焰和那神力劲风逐渐的消散，而那吴雪也是成功的被萧炎救了下来。没事吧？萧炎先是对吴雪一阵关心的问候，然后他那目光也是变得无比的阴沉下来。虽然对方的实力很强大，也不是自己如今能够对抗的存在，可是他乃是炎帝萧炎，怎么可能会退缩？被萧炎如此的关心，吴雪的内心中也是些许的开心和高兴，毕竟自己对萧炎有着好感，或许也已经喜欢上萧炎了吧。我没事，谢谢。吴雪的声音很轻，只有他自己和萧炎才能听到，脸上也是浮现一抹红晕。见到吴雪脸上的变化，萧炎轻咳了一声，不敢与之对视，然后将目光看向了不远处那道对吴雪出手的身影。你们神指联盟还真是以强欺弱，仗着自己强大就为所欲为，还真不愧是你们神指联盟的作风。萧炎那低沉之声传出时，不少神指强者听到也都是纷纷惊叹起来。他竟然敢用这样的语气与那四御天神君说话，看来想作死啊！3重天位神虽然是相对于一些神势力之主的实力，可是在四御天神君面前，简直就是不堪一击的蝼蚁罢了。如果换作是我们，肯定不愿意做这出头鸟。不少神之强者开始议论起来，因为他们都感觉萧炎这就是在找死。我想杀谁就杀谁，你难道想阻止本神君不成？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你竟然拥有2道神火，还真是让我非常的吃惊。四御天神君见萧炎刚刚施展出的2道神火，极为的震惊。要知道，一人是无法收服2道神火在体内的，可是眼前这实力才仅仅3重天位神，就做到了这般难以置信的程度，直接是刷新了他的认知观。就算是他以6重天位神的实力，也无法收服2道神火，甚至一旦这么做了，那么很有可能会被神火的力量反噬，到时候轻则重伤，重则陨落。你的实力目前我不能抗衡，但是如果你想伤害我身边的朋友，我也不建议与拼一拼。萧炎的语气非常的明显，同时也是非常重情重义之人。有趣有趣，与我拼一拼？你拿什么与我拼？就凭你3重天位神的实力，就算你拥有2道神火，也不是本神君的对手，这点你应该知道。四御天神君之所以没有对萧炎出手，是因为萧炎拥有2道神火的情况，让他提起了一些兴趣。作为四御天神君，阅历无数，一道身躯100%是无法收服2道神火。如果真的这样做到了，不是他本身具备这样的资格，而是某种神秘强大的功法导致。所以四御天神君非常的肯定，在萧炎的身上肯定有收服多种神火的神秘强大功法。想到这里，他的目光中顿时有着贪婪之色浮现。如果真的如他所想，获得这所谓的神秘强大功法，那么他就可以同样获得萧炎身上的2道神火，届时自己肯定突破6重天位神，达到更高的神境领域。萧炎没有回答，不过他的神魂早已经释放极致，只要对方一进攻，自己就会做出反应。见到气氛开始紧张起来时，藏青青站了出来道：你不会真的要与只有3重天位神实力的他交手吧？如果你硬要对他出手，那么我就算付出惨痛的代价，也要扒你一层皮。还有我。还有我。玉神阁和雷神阁的2位第一天骄也附和着，
毕竟现在他们三人联手，或许还有机会抗衡。一旦再失去一名五重天卫神的超级神之，那么等待他们的是一样的结局。好，很好，既然如此，那么本神君就将你们全部击杀，再将你们的神火残图以及那小子体内的2道神火和神秘功法全部夺过来。一声低沉之声传出，显然四御天神君的耐心也已经没有了。本想着要给他们一次机会，既然现在他们想与他为敌，那么只有将他们全部斩杀了。虚空上瞬间一道道可怕的神力波动犹如风暴般的席卷而开，天地都开始微微颤抖起来。藏青青、玉冰焰、雷厉风也是将神力爆发到了极致，周身的空间尽数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纹。一场激烈的生死对决一触即发，萧炎银牙一咬，也是开启了焚神二火的形态，使得自身的气息再次有了惊人的提升。这股力量真是隐藏极深，想要扮猪吃老虎啊！很好，今日就是你的死期。四御天神君的目光散发出寒冷的杀意，对于萧炎，他已经起了浓浓的杀心。而就当他们准备出手对战时，下方的湖泊竟是有着一道雷电光芒爆射而出，直冲天际之上。众强者感受到这般动静，也是将目光投望而去。只见得有2道身影出现在了虚空之上，而这2道身影正是魂宗宗主和魂。此刻魂的手中竟是拿着一道散发出雷电之威的武器，只要一靠近，仿佛就是被其中的雷电之力给轰炸了一般。所以靠近的话将会非常的危险，因为那是一道绝世神器极雷神锤，36大绝世神器排名第32名，比起那起点更加的强大一些，甚至所有的神器在绝世神器面前都得低头。此刻的魂远远看去犹如是一名恐怖的雷帝一般，并且散发出诡异的黑气，使得魂的力量更加的深不可测。那是噬魂宗宗主和那个噬魂杀手雷神阁的雷厉风看到魂那手中的绝世神器，心中也是无比的嫉妒和愤怒。没想到这最后的绝世神器还是落入了对方的手中。现在对方有着绝世神器在手，想要对付他恐怕有些难度了。藏青青那精致的容颜上浮现出一抹凝重之色，对于魂手中的绝世神器，就连他本身都非常的忌惮。要知道，绝世神器在他们最强5大超神势力中都是极其的罕见。现在噬魂宗拥有一道如此强大的绝世神器，那不得直接成为一方强大的超神势力。而且噬魂宗宗主的实力之前有所隐藏，其实实力达到了5重天卫神就能够有着能力组建超神势力的能力了。可对方为了扮猪吃老虎，在这一次的无量深渊中，屡屡将各大神势力以及一些超神势力的强者全部踩在脚下，最后他们更是成功的获得极雷神锤这等绝世神器，更加让噬魂宗的底蕴疯狂的暴涨。那些人怎么有着如此诡异的气息？吴雪望着他们时，心中竟是有着些许的不安。他们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给人的感觉实在是无比的阴森可怕。看来他们可不是噬魂宗神势力这般简单，或许这些人已经沾染了一些不该沾染的东西。玉冰燕此刻也是从他们的身上发觉到了什么，声音低沉的道：我想也是，不然一个神势力的噬魂宗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耐。藏青青也认可玉冰燕所说，对方如此的诡异强大，必定是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之前他们也对噬魂宗有所了解，虽然噬魂宗是神势力之首，可是他们的行事轨迹极其的神秘，并且也从来不掺和各大神势力之间的斗争。当然除了这次之外，同时这一次他们噬魂宗也彻底的暴露了自身的力量。没想到噬魂宗隐藏的如此之深，如果是换作是由5重天卫神所创立的超神势力，恐怕都能够直接踩着打。这就是噬魂宗的可怕之处。不过就在他们对噬魂宗相互猜疑的时候，除了诡异的气息之外，其中那位魂身上的一股气息让得萧炎在这第一时间眉头微微一凝，因为这股气息让得萧炎有些熟悉。当年自己成帝后面对的就是那股熟悉可怕的气息，如今竟然还出现在了此处。在萧炎的记忆之中，这道气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了，那记忆也是有些久远，甚至已经忘记，但是又是印象非常深刻。终于要显出身份了吗？萧炎也是极其平淡的看着高空之上那一道黑色身影。在萧炎的目光看向那道魂的身影时，实则他也是盯着萧炎看，仿佛这里所有人都与他没有关系，除了萧炎一人之外。下一刻，魂的身影出现在萧炎的眼前，黑色身影缓缓的抬头看向萧炎，嘴角不经意的微微上扬，一道低沉之声从那黑袍下传出：好久不见了，炎帝，真是别来无恙啊！今日我们的旧账就该算一算了吧。随着那道黑色身影满满的褪去自己拿头顶上的黑帽时，萧炎的瞳孔急速收缩，因为他看到了黑色身影的面庞之后，眉头也是在这一刻紧皱起来。这道黑色身影的面容似是唤醒了在萧炎心中那久远的记忆。魂帝，魂天帝。萧炎不自觉地喃喃说出了这几个字，这是在他们彼此心中都模糊又清晰的记忆，仿佛这一刻的场面像是唤醒了斗气大陆中州双帝山炎帝与魂帝的双帝之战。姐姐，没错，正是本帝，我都快忘记自己还有这一个称呼了。不过今日我就让你知道，当年的双帝只能是我魂帝一人，而你炎帝才是真正要该死的才对。魂天帝目光凝视着萧炎，那声音有着嘶哑的缓缓传出。原来如此，如果是这样，
很多事情就讲得通了。没想到我们还会再一次见面。如果我猜的没错，之前你在斗气大陆吞噬各大帝至尊天至尊的灵魂，也是你的作为了。萧炎说道。虽然之前那股气息萧炎也有些熟悉，可是就是想不起来是谁。但现在对方露出真面目的时候，这一切就彻底的讲通了。哈哈，正是本帝我做的。他们那些蝼蚁死在我的手中是他们的荣幸，只有这样，我所修炼的是魂诀，才能够展现出真正的力量。魂天帝大笑了一声，如果换作是之前，魂天帝可不会这么快暴露自己的身份在萧炎面前。可是现在自己已经获得绝世神器，再加上噬魂诀的力量，击杀萧炎也是分分钟的事情。不过当时你还好没有选择找我复仇，不然的话，你早已经再一次的成为我的手下败将。萧炎也不甘示弱。至于这曾经的失败者，就算是现在对方有着强大的力量，自己也不会惧意半分。炎帝，你的嘴还是很厉害，等下就有你哭的时候了。魂天帝的声音中带着一股可怕的杀气，对着萧炎笼罩而来。是吗？我不觉得你会赢我，但是这一次我并不会将你封印，而是将你彻底的击杀。萧炎的语气中充满着无比的自信。虽然从两者的气息看不分上下，但是想要知道胜利者是谁，就要战斗过才知道了。